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正式解散了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，没有什么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。要是有好的工作的话，希望大家能带带我，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，也是给大家的一点补偿。来，一人一个。小兰，今天早上又来了一个车，还修不修啊？来都来了，就给他看看吧。排气管都烧红了，这么严重啊？赶紧熄火！师傅，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吗？是啊，都是我一直在开呀。你这个车最起码2年之前就有故障了，比如发动机没力，油耗还高，是不是？对，都修过了，喷油嘴、火花塞都检查过了，一直都没有修好。后来我就没管它了。我昨天打开机盖一看，排气管都烧红了，都吓死我了。你过来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排气管为什么会被烧红？先把氧传感器拆掉。然后把内窥镜塞进去，这个里面是3元催化，已经被堵住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些都是积碳。看到了。3元催化是像蜂窝一样的，有很多小孔的。小面积的积碳堵住会造成氧传感器的数据不准，增加油耗；大面积的堵住会造成排气不通畅，加速无力，发动机容易高温，就像刚才一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也是经常看你抖音的，你之前不是说加那个3元清洗剂就可以了吗？你说的是这个吧？车米兜的3元催化清洗剂。正常来说，发动机抖动、加速无力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清洗。但是你这个太严重了，发动半个小时就高温，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。换一个不得好几千块钱？其实也还好啦，你不要买原厂的，价格也不贵。因为3元里面有贵金属，比如铂金、钯金、铑金，都是比较特殊昂贵的金属。好吧，那就帮我换一个吧，以后我就知道提前清洗了。屏幕前的粉丝们，汽车保养不仅仅只是换机油，3元催化也是需要注意的。如果你们从来没有清洗过，那就赶紧洗一下吧，不要像这个车一样。这款3元催化清洗剂是可以直接加在油箱里面的，一瓶兑1箱油，然后它就会顺着油路通过发动机燃烧，最后通过3元催化分解，把附着在3元催化上面的积碳都从排气管排出去。正常来说，新车是不需要使用的，超过1万公里使用1瓶，3万公里到5万公里使用3到5瓶，10万公里以上使用8瓶就差不多了。但是我实话实说，像今天这个车，积碳是属于很厚的了，想要彻底清除，几乎是不大可能，所以我们只能在没有彻底堵住的时候清洗。大家仔细听这个声音。现在网上有很多汽车博主教大家修车，他说这种声音几十块钱就能修好了。今天我就把他的发动机打开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坏了，是不是真的只要几十块钱就能给它修好。你们看，这个车冒的是蓝烟，说明烧机油。把机油标尺拔出来，果然机油一点都没有了。它这个发动机是带涡轮增压的，很有可能是涡轮增压烧机油，然后把机油烧干了，造成发动机异响。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预防的，比如机油没有了，仪表上会有提示，这个茶壶灯就代表机油灯。现在说再多都没有用，先给它把发动机盖下来吧。拆发动机需要拆保险杠、大灯，还有机盖最好也拆掉。然后把防冻液放掉，这个防冻液还挺干净的。再然后就把水箱拿出来，把它放在这个边上。这个是涡轮增压的散热器，里面有好多机油，上面基本上已经拆完了。现在把车顶起来拆轮胎。轮胎拆掉之后，继续把车顶高。然后把机油放掉，它的机油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然后把半轴拿出来，筐里面已经放不下了，把它放在外面，然后把车放下来吊发动机。我用的这个是汽车的安全带，非常结实。我们2月份修了6台发动机，所以现在比较熟练了。拆装起来也比较快。现在这个发动机已经拆下来了，我和刁师傅等一下把它分解开来。先把排气管拆掉，然后拿给小刁师傅。等一下，他这个烧机油这么严重，3元很有可能堵住了。用内窥镜给他检查一下，从氧传感器这里插进去，这个中间的还好，但是边上的有一些堵住了。这样会影响发动机的油耗和动力。等车主来了，跟他说一下，让他加几瓶3元催化清洗剂。把正时壳子拆掉，然后用撬棍把它撬出来。
然后转动曲轴，找到正时记号。现在记号找到了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，下面还有一个，下面的在这里。装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记号装就可以了。找到了就可以把链条拆掉了。它这个间隙好大呀，这个是可变气门技术。然后把缸盖拆掉，拆掉之后就可以看到积碳了。这积碳好严重啊，间隙也很大。如果把这些积碳除掉的话，汽车的油耗会降低很多。缸套上有一条线，这个是活塞环的缺口。现在就给它把活塞拆出来看看，这个是油底壳，里面有好多磨损的金属，这个不是铁的，所以就算把磁铁放在下面也吸不住。然后把大油底壳拆下来，开始捅活塞。好，快点！哎，小瓦已经拉了，用力锤一下。这个活塞环已经卡死了，4个活塞都要换掉。再检查一下曲轴，用手转起来还好，但仔细一看也是不行了。需要更换的我都用笔记下来了。活塞4件套，大修包，曲轴，这也不贵啊，才5000块钱。对了，还有个东西忘记了，就是这个涡轮增压，差点忘记了。你们看这个轴承间隙这么大，这个也要换掉，不然还得烧机油。这个车的减震很软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快过来看，就是减震器漏油了。这个减震器有2个配件，一个是弹簧，一个是里面的液压柱。那这2个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今天我就来做一个试验。这是一个正厂全新的减震器，不管是上还是下，它都会很慢很慢，上下很轻松，已经没有缓冲的效果了。现在我就把这个车的4个减震器的油全部放掉，然后开出去试一下，看看是什么效果。永远留在你的心窝，也许有一份爱。然后我用电钻把4个减震器的油全部放掉。4个减震器的油已经全部放掉了，现在我再把轮胎给装上去。这个车现在特别的软，就相当于4个轮的弹簧把车撑起来的。现在我就把车开出去试一下。Later， 你们看这条路特别烂，这些路都是坑坑洼洼的。我现在就把车开过去，你们注意看。哇！你们想知道我什么感受吗？就像开山地越野车一样的，一蹦一蹦的，好刺激啊！但是汽车会这样摇来摇去的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坑都会摇来摇去的。我现在就把车开回去，然后用电焊把减震器的弹簧焊死，让整个车变得硬邦邦的，不会晃来晃去的。焊好之后，我们再开出来试一下。我现在把这个车顶起来，然后把4根减震器全部拆掉，焊死。上面这3颗螺丝再拿掉，这个减震器就可以掉下来了。轻松拆掉1根减震。第2根已经拆掉了，后面2个弹簧可以一起拿掉。走过岁月，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。沧海有多广，江湖有。第3根、第4根也已经拆下来了，现在我把它们都焊死。生命开始情不情愿。第1个已经焊好了，我们把这个弹簧现在拆出来看一下。不怕被你误解，谁没受过伤？这个弹簧现在已经变得硬邦邦的了，我拿起来丢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弹掉。我站上去试一下。
这个弹簧现在真硬，我再给它装回去，接着焊第二个。全车都是硬邦邦的弹簧，配上没有缓冲效果的减震器，会是什么体验？等一下我做好之后带你们去体验一下。现在我在焊这一根，现在4个都是硬邦邦的了，一点弹性都没有了。现在先把后面2个先装上。前路漫漫任我放，幸亏还有你在我身旁。盼了好久，终于到今天，忍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些年的风霜早就无所谓。累也不说。现在整个车变得硬邦邦的，我站到上面蹦都没有反应。走，我们开出去试一下。我又来到了刚刚这条路，这次我有一点紧张，我有点担心我的腰还有我的屁股。不敢失望，不敢希望，自己哦，天，好蹦啊！也难免希望若要飞得高，就该把忘掉。我的天哪！弹簧都跑掉了，看来汽车没有减震还是不行啊。测试完之后，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吧？确实是太颠了，刚刚坐在车里面，感觉头都要顶到车棚了，差点腰都断了。今天拍这个视频，主要是想让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减震器的作用。我是小兰，关注我，以后有修车的问题都可以问我。